特来为夫纳妾。亲爱的们，点点关注啊！今天呀，直播打小三儿。家人们评评理，我和顾承泽就要结婚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背着我养小三。哎，顾承泽，这不是风信集团总裁的名字吗？啊，不能吧？没听说他结婚的消息啊。没错，我的未婚夫就是风信集团的总裁。就因为我未婚夫家大业大，所以那个女人才恬不知耻的贴上了，还收了价值3个亿的天价珠宝。3个亿！3个亿啊！3个亿！天哪，这小三哥真够不要脸的，太不要脸了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会碰到这种妖女。世风日下，社会风气就是被这些小三给败坏。就是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女人就在我身后的别墅里。今天我不会再为爱让步，我要让她付出代价。说得好，小三就该死。今天我们就教他怎么做人。对，教他怎么做人。对，就该这样做人。打死小三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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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三！老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不过你也太小题大做了，非要让我搬到这郊区来住。老婆，公司里你最大，可在家你得听我的。再说了，市区环境太嘈杂，我不放心你和宝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手头还有些事，办完就回去。老婆，你在家等我好不好？好。风行什么是我新的总裁呀？打小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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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我家大门吗？你们是谁？闯来我家干什么？贱人！西西，快给家人们看看，就是这个贱人勾引我老公，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干什么？什么勾引啊？我未婚夫朋友圈发的人是你吧？天价项链是你收的吧？他说你才是他最爱的女人，那我算什么？这项链是我花自己钱买的。你的钱当小三还当出优越感了是吧？你的钱都是我老公给的。你老公？你说的老公是顾承泽吗？当然。你们找错人了，我跟顾承泽早就结婚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小三。众所周知，顾承泽是全球排行前5的单身汉，你是哪冒出来的野鸡？也敢冒充他的正牌妻子？我真的是死到临头还嘴硬！洋洋，把他的皮给我扒了，我看你还嘴硬到什么时候！放开我！不是我！走开！不是我！你们走开！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顾承泽问问清楚。我未婚夫那么忙，日理万机，我怎么会为了这点破事去烦他？再说，对付你一个骚狐狸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一个电话就可以清楚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心虚？这小三儿怎么这么理直气壮的？难道是我们弄错了？
你瞎嚷嚷什么呀？我们小山可是顾总看中的人，难道顾总的眼光也会出错？我看呐，这小三就是在贼喊捉贼。就是真不要脸。对，好啊，打就打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见公死。进。顾总，是不是那个宋小山又骚扰您了？我安排王妈儿子陈平给夫人当保镖，人到了吗？在路上了，很快就到。婚礼那边呢？场地已经布置好了，就等您一声令下。好。不过这件事先别告诉夫人。当初父亲去世没能办成婚礼，一直是我的遗憾。这次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明白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我未婚夫就是太忙了，所以才没空接我的电话。忙？我看顾晨泽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吧？你胡说！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你要跟顾晨泽结婚了，那我这个正牌夫人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小三好像不是演的，难道她才是风行集团真正的老板娘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不会吧？我从来没听说过顾承泽已经结婚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他的正牌妻子，那你把证据拿出来啊！我说了，我和顾承泽是合法夫妻，不是你这种人可以随意揣测的。要证据什么？结婚证要不要？拿出来！拿出来！拿出来啊！拿出来啊！拿出来呀！难道他真的和顾总结过婚？不管了，好啊，那就把结婚证拿出来，让大家瞧瞧。不好，结婚证还在市区的房子里。我就知道，承泽怎么会背着我跟你个贱人鬼混？我搬家了，结婚证在那个房子里。编，你接着编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拿不出来的。姐妹们，对付这种贱女，就应该直接撕烂她的脸皮。等等，既然结婚证不能证明我的身份，那我让顾承泽亲自跟你说。你要打电话是？好啊，我看都明白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编出什么花样。顾总，从法国空运过来的婚纱到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都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打电话过来！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顾总已经有家室了，再纠缠下去，难看的是你。蒙特主，你贱人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敢纠缠我老公？不是这样的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做小三的代价。家人们，快看呀！这就是当代小三儿，大家认准他这张脸。好车又挺刷起来呀！我让姐妹啊给你们加码。不是的，你们滥用私刑是违法的。违法？我未婚夫可是风行集团的总裁，你以为我会坐牢吗？就是，我们小珊姐漂亮又能干，
还有顾总撑腰，我才不怕！你身上这件衣服得有5位数，你靠着睡莲花着顾水自己的钱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女人？不能看，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自己买？你的钱都是我老公的，我才是正版。你一个剽窃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小偷，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放开我！小三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。我一定要好好给你教训！别碰他！这些翡翠要是碎了，你10条命都赔不起。赔不起，就算我把整栋别墅都砸了，也不会眨一下眼。就是，我们小珊姐就算不是顾总的未婚妻，也是风行花高架起来的经营，这点小钱怎么可能放在眼里？小珊，别担心，我这还有几百块钱，够赔了吧？哎，看着，你。现在知道害怕，晚了。他们生出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货，就该死！砸得好！宋小三，你该死！老实点。顾承泽，你为什么会招惹到这个疯女人？婚礼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去见老婆了。手机呢？没想到顾总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他之前在公司里还对宋小珊很没冷对的，结果两人早好上了。真是可惜，没能到现场去看原配暴打小三的戏。什么小三？顾总，我和宋小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有，公司不允许乱传八卦。等等，手机里是什么？老婆，宋小珊，你怎么敢？这种破坏别人感情的贱人，就该去死！我没有，宋小珊，我说了，我是顾承泽的正牌夫人，你这么对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个不知死活的疯女人！小三就该死！你说的对，不过我要是小珊，就把他那双腿打断。哼！小珊，你快看，我直播间冲到榜1了，网友们都想看你暴打小三啊！像这种不要脸的贱人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支持主播碰到小三，真是爽爆了！主播快打死他，我给你刷礼物。好啊，但是让网友们看看我是如何收拾他。你要做什么？顾承泽知道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老婆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事。小珊姐，你看这个贱人是不是怀孕了呀？到现在还在护着肚子。贱人，你怎么敢来呀？小珊姐，你就打她肚子。小三还敢怀孕，我看她就想母逆子贵，打她肚子。就是打，朝她肚子打，把孩子打死，让她以后都生不了孩子。你给我按住她！不要！我看谁敢动我老婆！你是谁？别扰害我的好事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夫人，身体要紧，我先送您去医院。是顾总责派你来的吗？啊，他人呢？顾总应该是有什么事耽搁了。不好，但他老婆已经被宋小山带走了。林峰，马上调查夫人现在的位置。夫人现在在盛世华庭。盛世华庭？真是蠢的无可救药，竟然连小区名字都能弄错。你马上带人去盛世华庭，去保护夫人，记住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顾总，我马上出发。知道吧？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站！我让你们走了。让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夫人面前蹦跶？夫人，她算哪子夫人？不过就是一个靠身体上位的臭女鸡。这位可是风行集团顾承泽顾总的夫人，你哪来的胆子敢对夫人不敬？你说她是顾总的夫人？没错，她就是我们顾总的夫人。小山，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？我们不会真的踢到铁板了吧？不会吧？闭嘴！不过是来历不明的野男人，才说几句，你就怕成这样吗？你什么身份？凭什么说她是顾总的夫人？我是顾总请来的保镖。这么说，你见过顾总？我只和顾总通过电话，没见过他本人。可实话实说，这女人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不行，我不能说实话。当然见过。好险，差点就被这个假货给唬住了。我就说了嘛，连顾总的保镖都出来给小三证明身份了，我们不会是真的搞错了吧？不能吧？哎呀，要是顾总知道我们把他的夫人当小三打了，还不得扒了咱们的皮？顾承泽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做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小山，真是顾总派来的保镖吗？网友们可都开始质疑你的身份了。小山姐，夫人，小心脚下，我们走。站着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们两个走了？宋小山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刚刚你说你是顾总派过来的保镖，当然。那你告诉我，照片上这人是不是派你来的顾总啊？你以为随便找个人就能冒充顾总？顾总怎么可能穿这种衣服？我怕我说的话没有什么信服力，那就让大家看看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不是顾总。没想到偷拍来的照片有天也能派上大用场。这照片上的人虽然穿着破烂，但这明显就是顾总的。难道是这保镖撒谎了？糟了，竟然被这个女人给炸了！我真的没有骗人，我虽然没有见过顾总本人，但我真的是顾总派来照顾夫人的。那就拿出证据来。我娘是王桂香，都是顾总直接联系我娘的。你是王妈的儿子啊？对。别废话，我老公身边虽然有个姓王的保姆，但是我可没听说过还有一个儿子。你别瞎晃，
也要变得像样一点呀！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一会儿我妈来了，你们就全都明白了。娘嘞，你说你啥时候闹肚子痛，偏偏是今天。终于要到了，就是不知道平儿那孩子给夫人添麻烦了没有？我让你嘴硬！臭女人，你什么你？你动我一下试试！我不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。夫人，我先带您离开。站住！你让你们做，不愧是做小三的人，随时随地发现。宋小山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和他勾勾缠缠，真……闭嘴！不许你污蔑夫人！还夫人呢？他到底哪儿值得你这么为难？哦，该不会他肚子里的野种是你的吧？闭嘴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夫人不仅是顾总的老婆，她更是风行集团的董事长，没有她，就没有风行集团的今天。你说他是风行集团的董事长？没错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让我带夫人去医院，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他，董事长。你说他是董事长？你来之前没打听清楚吧？我们小山姐可是董事长特招进来的精英，你敢在他面前胡说？宋小山，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招你进公司，编瞎话，编自己不信。家人们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贱女人不仅冒充顾承泽的妻子，还敢冒充风行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们说，我该不该教训她一下？要，小人该死。对，就是要这样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娘，您终于来了。老东西，你谁呀你？我是王妈。王妈，王妈，竟然真的是王妈？难道那个小子说的都是真的？不可能！王妈，宋小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欺负夫人！王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臭野鸡而已，我才是正宫啊！闭嘴！不许让我来给夫人安胎。夫人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她定不会饶你。我不相信，承泽怎么会为了这个女人抛弃我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！宋小山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才是顾承泽的原配，是你听不进去。我不相信，除非你拿出证据。证什么证据呀？夫人的肚子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肚子？对，一定是因为这个贱人怀孕了，承泽才向着她的。怀了孕就能做顾总的夫人，那要是我也怀了顾总的孩子，什么？你也怀孕了？那这两位究竟谁才是顾总的真正夫人啊？王妈，这下你还要向着她吗？假怀孕而已，只要想办法把这个贱人的孽种弄掉，承泽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5跟前妻也不像是怀孕的样子，不行，我得找机会把脉。果然如此。王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差点撞到我肚子里的宝宝了！哎呦，你都没有洗白，哪来的宝宝呀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发现的？我呀，必定是律师资格证书的人，一个喜脉拿不到我的。真不要脸！为了争宠，竟然假怀孕！假怀孕又怎么了？还不就是靠着肚子里那盘烂肉，才让我老公牵肠挂肚的吗？顾小山，你不要强词夺理！贱人，去死！夫人，夫人，没事吧，夫人？装模作样。妈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不要理这个疯女人，带夫人去医院吧。好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。王妈，你这么在意这个小贱人，该不会她肚子里怀的是你们王家的种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顾承泽吗？你
想带他们走可以，除非顾承泽亲口跟我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这个孽种活着走出别墅。好啊。快点啊！喂，帮忙！喂，帮忙！喂，喂，喂！一定是我不小心上厕所进水了。少装神弄鬼了！你这么在意这个贱人，该不会是真的看上他？闭嘴！哼，闹什么？等我把他肚子里的孩子打了，让他给你们家做个儿媳妇儿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宋小山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等顾承泽知道你这样对我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不过承泽才不会为了你这个小三打我的脸。我说了100次了，我不是小三，不就是肚子里怀了颗烂肉吗？你还真想上位啊？闭嘴！要是顾总知道你这么欺负夫人，他定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该闭嘴的是你，王妈。承泽那么爱你，怎么会让我生不如死？你们几个站起来给我绑了！哎呦，婶子，你怕啥呀？小山可是风行老板娘，网友们啊都支持她打小三呢。夫人，放开我！哎，夫人，闭嘴，老太婆！不过是一个卖肉的臭野鸡而已，算什么夫人？打了你肚子里那坨肉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指望？放开夫人！顾承泽，是你吗？放开夫人！对不起，夫人，是属下来迟了。夫人好。放开我！这人看着有点眼熟啊，这不是顾总的秘书吗？我在新闻上见过他。你就是一直纠缠顾总的宋小山。我是顾总的秘书，我叫林峰。开什么玩笑？大家都知道我老公的秘书是一个女的，你是脑子被驴踢了吗？跑这来冒充他？难道是我眼花了吗？可我分明记得他和顾总一起上过新闻的。上新闻？就他这个样子，能上什么好新闻？现在诈骗犯可多得很呢。宋小山，你不要再血口喷人，你的所作所为，顾总都知道。这次派我来，就是为了给夫人撑腰的。就凭你一个不明来路的混混，借着我老公的名头管一个小三叫夫人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。你说的女秘书叫张月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已经因为泄露公司机密被顾总开除了，这件事情网上都可以查得到。我好像刷到过有这么一回事啊。小山姐，他们说的好像都是真的，怎么办呀？什么？宋小山，这次你无话可说了吧？夫人怀孕，顾总宝贝的不得了。宋小山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这么欺辱夫人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小三才是真的正宫夫人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她怎么会是顾承泽的夫人？是你，她一定是你请来演戏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块欺骗我！骗你，你也配？滚开！一个被开除的助理，说明不了什么。你凭什么说她才是顾董夫人？她不是，难道你是吗？宋小山，我林峰还没有蠢到认不出自家夫人是。她不是，她就是一个小三而已。宋小山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，再这么闹下去，顾总不会放过你。他不会，贱人，是不是你和他串通好了，想逼我退位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不通，被我拆穿了吧？贱人，
一定是你和他串通好了，想借着你肚子这块烂肉来威胁我老公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他给你出多少钱？我出2倍。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。嫌钱不够，那我出3倍。你，真没想到，这秘书竟然是小三找来的演员。是啊，这小三手段也太高明了吧，差点把我们骗过去了。小珊姐，他们也太无聊了，使用这么低级的手段，真是下贱啊！假货就是假货，山鸡是永远不可能变凤凰的。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他是我请来的演员，但我的手机早都被你摔坏了，我哪有功夫找演员？你这种人自然有的是办法，像你这种小三，有的是男人为你冲锋陷阵，真是冥顽不灵。宋小山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我可从来没收过夫人的钱。不要钱还这么维护这个贱人，难不成你也是这个贱人的姘头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等顾总来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哼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才是顾承泽的正宫。今天就算我把这个小三弄死，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疯子，你真是病得不轻。夫人，您不要听信这个女人的风言风语，在顾总心里只有您一位夫人。我当然相信他。这戏演的可真好。既然你非要说她才是真正的顾总夫人，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！证据？我现在就给你证据，我现在就给顾总打视频，让大家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顾总夫人。好啊，要是你真的能证明她是顾承泽的老婆，我跪下给她道歉。联系不上顾承泽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对我？顾总，天哪，真的是顾总！林德重，见到夫人了吗？老婆，老婆，你还好吗？象山那个女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老婆？顾总居然真的叫这个女人老婆呀！我去，那这么说，我刚才不是打了真正的顾总夫人？完了，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叫这个贱人老婆？顾承泽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和他到底谁才是你真正的夫人？当然是你。不可能，顾承泽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小山，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顾总都亲口承认夫人的身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是他，一定是他这个贱女儿使了什么迷惑计，才让我老公向着他的。他不是，顾承泽，我才是你老婆呀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因为她才是我的合法妻子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给我，放手！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现在向夫人道歉，说不定顾总还会找你。就是，跪下给夫人道歉。完了完了，这是真的得罪大人物了，都怪你！赶快跪下跟夫人道歉，让她原谅我们。你害死我们了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我才是顾承泽的夫人，我才是风行集团的老板娘，是我，都是我！你简直无可救药！顾总，夫人她……宋小山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视频是可以做假的。对，视频一定是假的，承泽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谁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手段，想让老公说这些话的？我能用什么手段？顾总又不是3岁小孩，我能用什么威胁他？就是啊，顾总他又不是傻子。小珊姐才没有胡说，刚才那个视频明显就是合成的。合成？对啊，小珊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表妹被人工智能换脸的明星骗了100多万的事儿？就是人工换脸。所以说那个视频也说明不了什么。对，就是合成。对呀，瑶瑶，你说的对呀。
家人们，听我说，现在骗子这么多，所以刚才那个一定不是我老公，是他们用人工智能合成的。人工合成，你还真是脑洞大开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不是吗？要是不对，你拿出证据来。你这是在混淆是非，我凭什么证明给你？哼，我看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。你觉得现在网友们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顾总为公众人物，被盗用信息容易得很。就是，这小三啊，满嘴跑火车，嘴里的话没有一句话能信的。看到了吧？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你。不过也是，你如果真的是顾承泽的正牌妻子，他又怎么会不出现呢？顾总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编，接着编，你看大家还相信你吗？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不想上位的小三不是好小三。看在你还年轻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承认是你勾引的我老公，并且乖乖的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，我就放你走。你在颠倒黑白，我为什么承认？那就没办法了，家人们，像这种狐狸精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，不知道干了多少龌龊事，才让这么多男人帮他。我们呀，就要狠狠教训他。小山说的对，像这种小三啊，难免哪天就勾搭上了大家的丈夫、儿子，让大家夫妻反目，家破人亡啊！对啊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，就要狠狠给他一个教训。说的对，像这种小三啊，就该死，免得出去祸害别人。对呀，打死他！等等，顾总说他马上就到。宋小山，你说视频是我合成的，那为什么不等顾总来了问个明白？你们怎么可能真的叫来顾承泽？几个混混而已，不过就是新的招数。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他说的这么笃定，万一真的是顾总来了怎么办？就是，打小三呐，我们不差这一会儿。你们，哼，真是群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，看来是指望不上他们出手。老妈！哎呀，不好，夫人有流产的迹象，赶快送医院。你们几个，快去把车开过来。是。小山，你真的要放过这个小三吗？咱们直播间啊，都已经冲上热搜了。主播还犹豫什么？小三就该死！上了主播，出了事有我们网友担着。主播快上，我给你刷礼物。那怎么可能？敢抢我宋小山的男人，还想全身而退？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好事？瑶瑶，你去控制住林芳。叔叔，你拖住这个老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夫人，哎，你干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！贱人，去死！老公，都是我错，是我来忘了。顾总，真的是顾总？那他真的是顾总的老婆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？宋小山，谁允许你管我叫老公的？老公，你打我，居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啊！狐狸精，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，宋小山，谁告诉你他是小三的？我告诉你，他是我顾承泽八抬大轿、三书六聘、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所以，你是说，她是你的老婆？她真的是顾总的老婆？那小山呢？这就是小三。我不是。承泽，在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娶她做老婆呀？她不是我老婆，难道是你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还两狐媚样，你怎么可能会娶她做老婆？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我自己的老婆难道会搞错？小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顾总会向着那个小三？
直播间都已经炸开锅了，你赶紧向网友解释啊！什么情况？这女的真的是顾总夫人？我们抓到小三了？这下可怎么办？都是主播的错，我可没说让你打顾总夫人啊！对，都怪主播！你快说话呀！我真的得罪了真正的顾总的夫人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顾承泽都已经亲口承认了，你还是不相信吗？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狐妹子使了什么手段，逼得承泽娶你，是不是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站住！顾承泽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为了这个贱人抛弃我？滚开！这个疯子！贱人，这是你逼我的！宋小山，你怎么敢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没事吧？老婆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你笑什么？顾总都不要你了。不会的，等那个贱人的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之后，承泽就会回到我身边的。老婆，你一定不要有事。医生，我老婆的情况怎么样？还好送来的及时，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。谢谢你，医生，救了我的老婆孩子。不客气，只是孩子虽然保住了，但你夫人的情况还是不太乐观，需要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好，我马上去办住院手续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太好了，孩子还在。老婆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赶快躺下，医生说你需要静养。顾承泽，孩子没事对不对？当然，孩子很好。还好，孩子没事。对不起，老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知道宋小山那女人会疯成这样。早知道什么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你要是不给他希望，他又怎么会找到家里来？这都是误会，老婆，你听我说。老婆，求求你听我解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查出怀孕那天，我叫人买了几箱橘子。来，大家沾沾喜气。恭喜恭喜！恭喜顾总，谢谢顾总，谢谢顾总，谢谢顾总。哎，橘子是哪来的？顾总给的。大家都有，那我呢？没有。我知道的，谢谢顾总。大家都是橘子，只有我是苹果。顾总他一定是对我有意思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从那以后，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不放，甚至还要我去他家里去提亲。你是说，因为一个苹果，他就认定你是她老公了？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去问林峰。地上凉，你先起来吧。顾总，不好啊！宋小山的女人买通了记者，说您始乱终弃，现在正在接受采访。说什么？我和顾承泽都要结婚了，他居然背着我搞大了那个小三的肚子。安静点。好啦，哎呦，西西，你确定这样就能让顾承泽回心转意吗？顾承泽就算再喜欢那个小三，也不能让他抹黑自己的名声吧？只要你在公司里闹上一闹啊，保准他乖乖的回到你身边。去吧。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和顾承泽都要结婚了，他居然背着我搞大了那个小三的肚子，还逼我让位，
宋小姐，可顾总在上午的直播里已经承认了小三的身份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只是一时对你已经迷了眼。就是，这全公司的人都知道顾总对我们小珊姐的感情，他们俩才是真爱。宋小姐，顾总为了小三对你动手，你却还对他一往情深。顾总有你这样的未婚妻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他只是一时糊涂才对我动手的，我不怪他。只要他能看清小三的真面目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真是太感人了。那现在你还有什么要对顾总说的吗？宋小珊，她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我只希望小三能看清自己的身份，把老公还给我。爸爸，我去收拾他。等等，我的仇我要自己报。小珊姐，你刚说的也太好了吧？是啊，小珊，现在网友们可都站在咱们这边，都说你是为爱冲锋陷阵的勇士呢。这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要不然我还真被那个小三给唬住了。就是，哎，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过来。宋主管，公司招你们来是来创造价值的，要是再这样，你们就都给我滚蛋！我干什么了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？你惹她做什么？她可是顾总的女人，顾总能看上这种女人，也是眼瞎。站住！谁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你被开除了！你，宋主管，幸运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怎么，我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？可是什么？再废话，你也滚蛋！宋主管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好歹也是顾总亲自任命的业务经理，再怎么样，你也没权利开除我吧？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可是风行集团未来的老板娘，论权力，谁能大得过我啊？他比不上你，那我呢？顾总，老公，我才几天没来公司，这风行的董事长就换人了吗？老公，我才几天没来公司，这风行的董事长就换人了吗？你就是宋小姐口中的小三吧？你是怎么好意思到原配面前叫嚣的？看来顾总是铁了心要护着小三了，真是世风日下。你这么做就不怕影响风行的股价吗？我保护自己的老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婆，宋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程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难道任凭你在这冒充我老婆？程子，你听我解释。宋小珊，事到如今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贱人，这有你什么事儿？我真后悔没把你肚子里的贱种打掉，不然的话，你还有什么机会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才是顾承泽的合法妻子。要说小三，那也应该是你才对。我不是。程子，你是爱我的对不对？这个女人逼你的是不是？够！你这个疯子，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只有一个爱人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爱我的，不然你怎么会给我独一无二的苹果？橘子没有了，苹果不过是我随手找的替代品。谁想到你会因为一个苹果疯成这样？早知道苹果烂了，我也不会给你。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看好了，袁培才是我的合法妻子。至于你的一厢情愿，凭什么叫我来负责？所以说，我们得罪的是真正的顾总夫人。顾总，这一切都是小珊指使的。还有记者，都是他找来的。对，就是宋小姐叫我来的。谢谢你这个蠢货，到现在还认不清楚现实吗？夫人啊，这一切都是宋小珊冒充你的身份，我才开直播带节奏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这一次吧。放我？
你们把我打得快要流产的时候放过我了吗？这，宋小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老婆，不要浪费。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把他送去警队，交给警察好好教育。顾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知道她是你老婆，你不要。现在找错了，晚了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把我送去警局，对不起。你道歉有没有搞清楚？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我老婆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冲撞你的。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，对不起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冲撞你的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别磕了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夫人，我真的是无心之失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如果早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对你动手啊，夫人。现在才知道后悔，太晚了。你带人进我家肆意打砸，把我伤成这样，就算牢底坐穿也不为过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明明受到伤害，凭什么？林特首，把别墅所有物品的结果公布一下。根据警局和鉴定师的共同合作，你们一行人损坏的财产总计为1个亿，其中不包含夫人本人的精神损失费用500万。怎么会这么多钱？小山姐，你是不是想骗我们，想坑我们的钱啊？整个风行都是我的，你们这点小钱，我就没放在眼里。不信，就那么一点破东西，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你要不信的话，就去问警察。我们不就打碎几个破花瓶吗？大不了我道歉不就行了？我不接受道歉，我只要赔偿。不过看你这么在乎他，不如他的那份你也承担了。小山姐，你醒醒！这么多钱我一个人怎么还呀？醒醒！小山姐，你终于醒了！这么多钱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。夫人，如果再重来一次，再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夫人，你醒悟的太晚了。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，夫人。放过宋小山，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？你不仅把我家砸成废墟，还毁了我爸妈的灵位，甚至害我差点流产，你怎么好意思开口的啊？夫人，求你原谅我吧，钱我会想办法还上的，你不要送我去警局，会毁了我的。钱，你真的能还上吗？我发誓，我是风行集团的高管，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。你觉得这件事之后，风行还能留你吗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被开除了。不可能，就算你是顾总的老婆，你也没权利开除我呀。他没说，他可是整个风行的掌舵人，你说他有没有权利？你的意思是他是董事长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董事长？一定是冒充的。他肯定是冒充的。我们小山姐可是董事长特招进来的，我是董事长特招的，你们没权利开除我。宋小山，我当初确实是看中你的学历，才叫人挖你来公司的。别说了，我和董事长通过电话的，他们不会让你们这么对我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的手机早被你摔坏了，你打不通的。您好，
您拨打的电话一定是董已关机。事长在忙，所以他才没空接我电话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是不相信吗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宋小山，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你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，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不相信！董事长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他呀，就是脑子有病，就该早点送精神病院去。我没病！你说你是董事长，证据呢？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那招你进来的 HR 呢？你打个电话给他，不就明白了？喂，姐。风行公司的董事长是谁啊？我是说，风行公司的董事长叫什么？哦，你说董事长啊？信源宋文才。哦，你说董事长啊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串通他冒充的。是真的，董事长。小山姐，我不想疯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起来，他不过是个冒牌货，哭什么？小山姐，他是真的，风行集团已经发了声明，我们都被开除了，新闻也在报道，我们真的完了。风行集团董事长顾承泽妻子袁培女士今日上午遭人殴打，我司将依法起诉3人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把人带去警局的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给你磕头，原谅我好不好？董事长，你以为现在做这些还有用吗？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对你动手的，求你原谅我。你害我差点流产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带走。不要放我的警局！不要！我不要去警局！求求你放过我！不要！谢谢。西西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宋小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我变成现在这样，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什么意思啊，西西？你少在这里装傻！要不是你去撺掇我抓小三，我怎么可能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一切都是你的错！你怪我？文熙姐，小山姐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的，不怪她的。你们两个还真是蠢而不自知呢！得罪了风行，你以为我们还会有活路吗？不会的，小山姐，你不是说我们能出去的吗？我们能出去的！这是他在骗你啊！完了，西西，判决结果还没出来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宋小山，你到底是真蠢还是假蠢？就算我们侥幸出去了，社会上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？西西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呀！我们是最好的闺蜜啊！你，呸！当初要不是看你勾搭上了顾承泽，我会捧着你。现在好了，我身败名裂。宋小山，你毁了我！
现在我要毁了你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张警长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顾总，有什么事等夫人生完孩子再说。顾总，是监狱那边的消息。什么？死了？好，这件事情我会跟夫人说。恭喜母子平安。老婆，太好了，你辛苦了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？老婆，我们就剩这一个，我再也不想让你受罪了。好，老婆，还有一件事，再也不会有人插足我们中间了。什么？宋小山，他死了。人死债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牵连你。老婆，我想好了，等你养好身体了，你回公司，我在家照顾宝宝，好不好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再也不想出现第二个宋小山了。好。